陌生啊，有人找。找我啊？我在会客厅里边看见一张又帅气又英俊的脸，比戴维还帅啊，简直就是都市精英青年才俊啊！你这刚回国没多久就囤了这么好的货，真人不露相啊！确定人家是来找我的吗？当然确定了。可是我明明就是刚回国，我还不认识什么人啊！你管他呢，有帅哥找，还在等什么呀？赵小姐，何先生，请坐。你要不要喝点什么？谢谢，不用，我说几句话就走。你来找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潇潇，我是他的律师。有什么事情吗？赵小姐3天前来毕事务所，曾说过会再度光临，却迟迟不见你，我只好亲自过来拜访。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刚好有正常人的推理能力。我是过去还皮夹的，既然你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再跑一趟了。除了还皮夹，没有别的事。没有了。哦，关于那个案子，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谈公事。这里面原来有一张照片，赵小姐知道下落吗？有吗？我没有注意。这里面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那赵小姐是如何知道皮夹是我的？可以把照片还给我吗？照片上的人是我，为什么要还给我？我劝你不要和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照片不在这儿，明天给我。明天我还要。我觉得我们彼此都不想跟对方有太多的牵扯。你要我照片做什么？谁知道？也许我想放在我身边，时时提醒我那段愚蠢的过去。我明天会来取，你若是没空，可以请别人转交。再见。等一下，明天我会送过去。
谢谢你的合作，明天见。认真点啊！好的。陌生，陌生，刚才那男的呢？这么优秀的男的主动送上门来，简直就是天赐馅饼啊！你好歹也去咬一口嘛，哪怕咱们最后没咬上，闻闻香的也是好的呀。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呀？这么快就那个什么了？小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先下班了。不行，刚才主编说了，待会儿我们要聚会呢。你新来的，你不去，回头会不会不太好啊？去嘛，啊？感觉你见了那个人就魂不守舍，是不是爱上人家了？你说？一会儿见啊。小心。主要是考试，好了，这个小小的聚会呢，咱们杂志社的销量突破新高啊！二，还有一个工程，我们的新同事陌生，欢迎你！啊，来，继续。你给我，我忘了。好，干杯！谢谢主编，谢谢主编。是愚蠢的过去吗？还慢，再慢宿舍就关门了，回不去了。真的？那我就再慢一点。干嘛呀？回去啦，不是更好吗？你这不是修的？哎，你等会儿。如果头发变长一点，扎成马尾，再白一些。哎，那怎么行啊？我这宝贝女儿第一次考上大学，我怎么的也得送货上门吧？什么叫送货上门啊？你不就是老爸的吃货吗？有人这么说自己女儿？嗨，我啊，我就是自说自话，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吃货？行，不给你评了，我该过去。你自己看看，这谁有爹妈送？别！哎呀，我跟你说，这里到宿舍区最起码要走20-30分钟。这么着，我亲自送你去。你就别增加新来的交通负担了，这吃货自己呢有脚，会自己走过去的，好吧？我怎么就成了什么负担了？你第一次考上大学，这大学长什么样，你老爸得去看一眼了。再说了，我怎么着也得跟你们系主任打个招呼。爸，你这向我求念好不好？求念了，你让我自由的享受我这大学生活吧。至于大学长什么样呢？我带了相机，我拍给你的。
哎不，好不好？哎别，你听我说，哎呀，这丫头你这。我在这好好拍风景，你怎么跑我画面里来了？哎，你怎么走了呀？你不是要拍风景吗？我把风景还给你啊。好啊，我承认我在偷拍你。你跟着我干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我你哪个系的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那我不然怎么把照片给你啊？不用了。那我就只有把照片洗出来，满学校到处去问喽。你等一下。怎么啦？怕我找不到你啊？虽然学校这么多人，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我一定会找到的。何以琛，国际法2年级。大家好，我叫赵木生，我今年19岁了，我是化学系的。不过我的心爱还是摄影，所以我将来想成为一个职业的摄影师。你们要以后谁想拍照的话，都可以找我。好呀，好呀。好呀，我叫杨磊，20岁了，计算机系的。我们那儿念书普遍比你们晚1年，显得我都老了1岁，好讨厌呀！哎呀，我叫蒋小燕，今年也是19岁，法律系的。哎，我们4个人都是不同系的吗？啊，我叫林少梅，我也是化学系的。真的啊？太好了，咱俩一个系的话，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一起上课了？喂，你们2个倒是找着伴了，我们2个可怎么办呀？那你就节哀顺变喽。我们俩就要抛弃你们了，不过还是可以一起吃食堂的嘛。待会儿一起去食堂了。好呀，你们知道吗？长华食堂的菜是出了名的好吃。我就是长华附中毕业的，没上大学前，老师就天天跟我们说，谁要是上了长华，这4年就不愁吃喝了。真的啊？这样吧，咱合个影，就当开学第1天第一次见面的纪念。好呀。哎，等一下，刚刚搬东西搬的衣服都脏了，我去换个衣服。站好位置啦，摆好姿势。等我。看着那。3、2、1，茄子！哇，真漂亮！这些都是你拍的？对啊，怎么样？色彩跟颜色都还不错吧？好好看。我们学校这么漂亮，要是我可以让我奶奶也看到就好了。哎，这马上国庆节了，你可以让你奶奶过来呀。就住我们寝室，不要让宿管知道就好了。我们村特别远，而且我们家就连我来上学的路费都还是问人家借的呢。你把照片都寄回去，这样奶奶就可以看到了。都给我啊？
反正这是我们学校，我随时都可以拿相机拍的啊。谢谢。一张不行。这一张我要拿去送人的。赵默笙。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知道我很反对。这位同学，你打算跟着我多久？跟到你发现我呗。这位同学，你不会是忘了我吧？不是都说学法律的人记忆力挺好的吗？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不会浪费在不该记的事情上。好吧，相信你是学法律的。那我是信守承诺来给你送照片的。怎么样，照的不错吧？第一次发光，你效果实力不错。照片我收下了。哎，等一会儿！谢谢，这照片难道不要还给我的呀？对呀，这照片是我拍的，难道不是我的吗？这位同学，你确定要和一位法学院的学生讨论照片所有权的问题吗？什么意思嘛？这照片难道就你的啦？这你要拿走也行的呀。那你最起码请我吃个饭吧，不是洗照片也要5毛钱的。何师兄，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不是一个系的，你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师兄。那我叫你何以琛。这样连名带姓的叫太没礼了，而且也不能没有显示出师兄对我欠一份糖醋排骨的交情，对吧？那我叫你以琛好了。这位同学，我想我们并没有那么熟。以琛，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呀？我叫赵默笙，赵呢就是那个赵，默是沉默的默，笙是一种乐器。我的名字是有典故的，它是出自徐志摩的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是不是特别好记？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你都写在照片背面。啊，我都忘了。是不是我请你吃了糖醋排骨，你就不会再跟踪我了？我不是跟踪你来的，我是跟踪3食堂的糖醋排骨来的。所以说，你昨天是跟踪鱼香肉丝，前天是跟踪水煮鱼片。对啊，何师兄不愧是学法律的，推理能力这么强。多谢夸奖。我破案的能力也不错。前天是周3，教3食堂没有水煮鱼片。我吃好了，先走了。默笙，不要难过。没有难过呀，为什么要难过？作战计划成功啦！作战计划？对啊，他已经记得我的名字了，是他本来就记得，而且记得非常非常熟。吃饭吧。哎，少梅，等会我们吃完以后一起去老北街吃麻辣烫吧。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吃吗？我现在浑身充满了能量。这一份糖醋排骨呢，必须得加一份麻辣烫。分是法律文书，下午是大学英语，还有国际经济。何以琛，你怎么会在这儿？抄课表呀！我发现这学校也太不公平了。你看你们法学院的课这么少，我们化学系的课却那么多，而且还要学高数。你抄我们法学院的课表？为什么？不为什么。哎，你干嘛老走那么快呀？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喂，何以琛，这到底是你笨呐，还是我笨呀？不过你这么聪明，当然是我笨了。我怎么这么失败呢？我都追了人家这么久，我都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准备在大学找你。那我就先排队，是不是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优先录取权呀？我还有课。明明没课的。我发誓，我绝对不是尾随你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化学系的吧？不过我选修了法学，所以我是过来借书的。所以你放心啦，我真的不是尾随你过来的。选修课的话，你那本太难，用这本。谢谢你的不打扰，再见。哎，以琛，给，请你喝的，谢谢你帮我选书。你不是说不会打扰我？但你现在在图书馆外面，而且你也没有在学习嘛。谢谢，但是我不需要。不要再跟着我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错呀，你什么时候也有闲心拍照了？啊？是个意外。拍个照有什么可意外的？你说话可越来越云山雾罩了啊！你说呀，我们系的男神居然被化学系的人抢先了，一会儿等陌生回来。哎，陌生，你回来啦？等你好久了。我这儿有一个大八卦，我听说你们化学系有一个女生正在追我们法律系的校草何以琛，我就在想，哦，这到底是哪个女壮士，竟然敢追我们的冰山校草？陌生，你认识吗？我呀，你。这儿呢是你们何校草拒绝过的养乐多，喝吗？当然要喝。真
木生，你也别难过了。我听说呀，我们系追何以琛的人那是多了去了。哦，别的系更多。但是我还听说他在这1年里一直都守身如玉，所以说，木生，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何校草他，还无心下凡。对，无心下凡。听你这么说，我就更喜欢他了。你不是吧？哎呀！看来今天人数要创新高啊！今年5算正式退了，这件事交给你，我也放心。副科抢到了，这么多人到哪儿去填啊？哎，木生，借我备用一下。啊！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10000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让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这个你觉得今年哎，社长，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招进来？怎么了？一个化学系的，毫无法律基础，就这样的人也能进我们辩论社啊？许副社长，你不知道，外面一直给我们提意见，说辩论社招人太集中了，都在法学院。辩论社是个大社，还常拿奖。学校也给过建议，希望我们放眼全校去招新人，给其他社团做个表率。可是你招这样的人进来有什么用呢？他什么都干不了啊。不会啊，他有摄影特长，你看看，起码以后出去比赛，摄影师不用外借了，不然每次去摄影协会借人，你试试。你呢，何副社长？你一向是最严谨的，你应该不会同意把这种没有用的人招进来吧？嗯。我认为，一个社团想要发展，不能局限在一隅之地，并不是法学系就一定适合参加辩论社。那么同理，并不是化学系就不适合参加辩论社。所以，我没意见。何以琛，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徇私舞弊，把女朋友招进辩论社。什么？你的女朋友赵默笙。第一，她是许社长招进辩论社的，我只是投了赞同票而已。第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没有调查清楚真相就横加指责，我想你已经违背了一个法律人的基本准则。你们两个等会儿。哎，你觉不觉得这个师姐有点问题？她干嘛把我们两个单独留在这儿？不知道啊。不过好像她刚才指教了我，没有叫你们。真的啊？嗯。不过还是算了，我还是陪着你吧。这个师姐在我们系特别有名。有名？特别的灭绝师太，拉手摧华。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所以想和你谈谈。目的？何以琛是吗？师姐，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而来，我都要告诉你，辩论社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我知道你喜欢我们社团的何以琛，但是，请你认真的对待我们的社团。看看这些奖状，都是几代学生积累下来的，从98年成立到现在。法学院第一社团，也是学校最看重的社团，所以我不希望这里成为你们1年级女生追男生的场所，明白了吗？嗯，师姐，我明白了。至于追何以琛师兄的事情，我会好好放在社外进行的。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听懂了呀。师姐让我公私分明，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在社内做事，社外追人的。你在干什么？我们听说这个许副社长在教导新人。对，我们特意过来看一下，这个不错啊。我们社这个优良传统是要跟新人探讨一下的。不过没有听说过不能谈情说爱吧？是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套啊？好，那你们继续教导啊，我们先撤了。不过徐颖，公私分明，首先要以身作则。
当然。40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谁呀？怎么回事？波斯奇情蝶。坐这儿啊。这位同学，没人帮你拿。啊，就我自个儿。那个他们也都挺忙的，也来不及拿。去送个饭有多忙啊？还不就是懒吗？没事儿，师傅，也就多跑几趟，我就当减肥了吧。好，那你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哎，谢谢师傅。看来这姑娘是吃不着你的糖醋排骨，开始暴饮暴食了。哟，而且好像还感冒了。对了啊，我可听说了，在咱们法学院可都传遍了，这姑娘在辩论社冲着徐颖宣言，说要在社内好好做事儿，社外好好追人。作为此次事件的男主角，何同学，你作何感想呢？别这么无聊行吗？你不知道，我只要一想到当时徐颖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笑。师兄，哎，在，干嘛呀？那个，师兄能不能帮我开一下？这是20盒盒饭，我先送一趟过去，马上就来拿的，帮我开一下行吗？你是送哪去呀？你们法学院大楼呀。啊，你这是想走迂回路线是吧？先讨好那些师兄师姐，然后再追我们法学院第一才子。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绝对没有的。那个，要是我们雨辰师兄能用送盒饭就追到的话，我早就给大家送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得先走了。那你慢点啊。那个一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马上就回来，一定要帮我看一下，等我回来。我先走了。这估计是送到你们辩论社的吧？啊，你看看人家姑娘多辛苦，生病了还不休息，你也不帮帮人家。这是他的工作，我新人的时候不也这么过来的吗？哟，你可别逗了，你新人的时候社长都把你当宝贝，谁敢这样用你啊？啊！而且呀，恐怕辩论社里敢这么折磨新人呢，嘿，也就徐颖了。果然只能节哀顺变，薛师姐真的喜欢何以琛，不然这么多新人，他干嘛只盯着我呀？久了，怎么还没放好呀？这个很难吗？他们早上的那个印错了，所以我就重新去弄了一份。哎呦，何同学怎么来了？真是少见啊！何以琛，你不是周末都要去律所实习的吗？今天有事没去，所以就过来看看。哦，我们看一下等下的辩论吧。好。原来他在事务所实习，
在辩论社里真的很忙，可是偶尔能看见他，听到别人谈论他，就觉得好开心。他看到我这么认真，会不会有一点感动呢？今天还给我送了药，真是琢磨不透他。哎，李生师兄，你怎么都不打伞的呀？那辩论社里还有伞，你等我会儿，我去帮你拿一下吧。如果你是为了我，你完全不必这么做，对我毫无意义。我了，那个女魔头真是太过分了，都是一个学校的，只不过比我们大一级，用得着这么趾高气扬的吗？怎么了？你不是去帮我请假了吗？是啊，我去跟他快过来帮忙。哎，少梅，少梅，怎么了？不知道，刚刚在外面就看到他这个样子，连路都不能走了。我这个月打工的钱都被抢走了，这是要钱搏命！怎么会这样啊？少梅，晚上打工真的太危险了，你以后就不要去了吧。不行，我要打工，不然我下个月的学费。少梅，如果你一定要打工的话，我陪你去，好吗？张木生，夏师兄。怎么？等以琛呢？啊，没有没有。我就路过这儿。哦，我以为以琛生病了，你特意来看他呢。他生病了？逗你呢，他身体可最好了，一个人打好几份工，身体还是我们寝室最好的。他呀，体测次次都是优秀。真的呀？我这连跑8平米都及不了格的。加油！只要把他追到手，就有人怎么教你跑800米了。你说我这样是不是给他带来挺大困扰的？这我也不清楚。你也知道，以琛这个人，他心里想什么，我都不知道。那行，夏师兄，我知道了。我就先走了。那个新人好像很多天没来了。哪个新人？就是化学系的那个新生啊。我早就说过，这些1年级的女孩子能有什么毅力啊？完全就是来玩玩的。我看啊，只要稍微有些困难，就不行了。呀，那太可惜了。眼看这个高校辩论赛就要开始了，难道又要去摄影协会借人了？社长就去借呗，人家社团的社长对你可有好感了，到时候啊，正好把终身大事也一起解决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别起哄啊！我晚上还有份工要打，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给，请你喝的，谢谢你帮我选书。
小伙子，再见。再见。好，再见啊，钱总。哎，小何，你今天就这就回家吧，不用再回所了。好的。好，那我就先走了。行，那您慢走啊。何以琛，你怎么在这儿？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跟踪你来的。少梅在这附近打工，我晚上怕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所以我就在这等她。没想到会碰到你。你这些东西的价格比他打工赚的还多吧？所以我没有告诉他，我跟他说我在这上自习，免费喝白开水的。李师兄，保命。少梅好像快下班了，那个，我就先走了。以后你还是别去接我了，这样你都不能去辩论社了。没事啊，不去的话还有奇遇呢。你为什么每天都要从这条路绕回去啊？安全呀。万一呢有坏人出来的话，我们只要喊一声，就会立刻有同校的师兄出来救我们啦。我才不信呢！你是想偶遇何以琛吧？才不是呢！我告诉你啊，刚才我等你的时候遇到他了，所以啊，他现在还不在学校。那你都知道他不在了，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回去啊？不知道，我一想到他住在这栋楼里，就觉得跟他走过同一块地方，就很开心。原来喜欢一个人啊，就是连走他走过的路都会觉得很幸福。陌生，你中毒了，真的是中毒了呀！好啦，走啦，小花痴，走啦，走啦，走啦！哎，何以琛，你每天都要在这里花钱吗？我今天就在这儿喝了一杯白开水。辩论社你多久没去了？但是我晚上要在这儿接少梅下班，所以晚上社团那边我就可能没法继续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退出？没有的。你知道吗？你进入辩论社，我是投了赞成票的。什么？所以说，如果你中途退出的话，我会很尴尬。我一定会去的。可是少梅那边怎么办呢？最近我会在事务所实习，如果你同学不介意的话，晚上我可以和他一起回去。那怎么行啊？你们孤男寡女的。师兄，你不是喜欢少梅那种类型的？你瞎说什么呢？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师兄，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的，但你千万不能喜欢别人。哎，少梅，我的福星。哎，你今天怎么现在就回来？哦，因为你每天陪我回学校也很麻烦，也危险，所以我今天辞职了。啊！那个就是老板呀。真的要进去吗？我刚辞职。
不好意思进去。就是因为刚辞职，这样才好跟老板求情嘛。这工作又不累，而且薪水还高，一定要争取回来。走。老板你好。老板好。怎么了？薪水不是都给你结清了吗？现在才来要，可没有了。没有，老板，工钱是正好的，没少。老板没有啦，那个我跟少梅现在是专门来感谢你前段时间对她的照顾的。感谢不必，突然立即辞职，一点时间也不给我准备，我可没看出什么感谢的心。其实老板都是我的错，那个因为我怕少梅危险，所以我就每天过来接她，但她又怕耽误我的事儿，所以才自作主张把这儿辞了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一起送她回去的师兄，所以我们就不怕啦。那个老板，我们知道这辞职是我们的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再给少梅一个机会，让她重新回来工作好不好？拜托啦。去，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他的位置已经有人顶替了，我们这儿不缺人。皇上，对不起，害你哥和师兄都不能见面了。说什么呢？我像那么重色轻友的人吗？我在想呀，你打工的事情怎么办呢？本来自以为是的是为了你好去接你，结果还害得你把工作都辞了。你说要找不到薪水这么高的工作怎么办？皇上，你真好。好啦，我当然知道我真好啦。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工作呀，这样按时结算的工作哪去找？就别担心我啦，我还可以做家教的。皇上，何师兄那里怎么办？他会在那里等你吗？我怎么知道？哎，少梅，何师兄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辞职的事情？干嘛去？我去趟事务所。下那么大雨还去？周末不用去吗？有点事儿，先走。哎，不是，哎，师兄，我到了啦，跟我进来吧。晚上这里没什么人，我已经跟毛律师说过了，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同学，其他地方就不要乱跑了，知道吗？师兄放心，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跑的。好。
票钱。这你们姓毛的，毛律师已经下班了。骗谁？我相信你，给我走开！先生，姓毛的，你给我出来！先生，您冷静一下好吗？甭管我！你们这些骗子！我没钱请律师啊！你们答应给我法律援助，我还真以为遇到好人了，遇到好人了。可是结果呢？骗子！先生，您先冷静一下。毛律师已经下班了，如果你要找他，你可以明天早上9点钟再来。我不找那姓毛的，那姓毛的他妈就是个骗子！骗了打官司的，答应给我法律援助的，结果我败诉，你们收了黑心钱了。先生，律师不是万能的，律师也会打输官司，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不会收黑钱。相信？我相信你什么呀？相信？这位先生，您姓张，今年35岁，洪家村人对吗？你怎么知道？您的一审案卷我有研究过，您放心，您的这件案子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证据，我们很快就会上诉。真是这样吗？真的，毛律师过2天就会亲自去联系你，我们一定不会就这样不管的。谢先生，小心点。先生，我会跟毛律师留个口信，告诉他你今天来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盯着这件事情。谢谢，小伙子，谢谢。你也是律师吗？我只是个实习生。您慢点儿，小心！哎，你等会儿。给他！这雨这么大，这雨伞下车的时候肯定停不了。你慢走啊，小心！再见！快进去吧。你把伞给了他，待会儿你怎么办呢？这说不定一会儿就不下了。可你刚刚还说不会停。师兄，你们学法律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喜欢抓人说话漏洞啊？我只是在提醒你，如果你没有伞，待会儿回学校你该怎么办？没关系的呀，这我还年轻嘛，我淋一下没什么的。那你说刚才那个人，他挺可怜的，他要淋一下，万一生病了怎么办？现在这种可怜的人太多了，被人骗，被人欺压，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或者说知道要反抗，但是没有钱，没有渠道，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师兄你很厉害呀，你可以帮助他们。有什么好厉害的？当你踏入了这个圈子，你会发现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这能帮一个是一个呀。你说天下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谁能全部管得过来呢？你已经能帮一些，很厉害了。你说的对，以后我会尽力多帮助一些。你同学应该快下班了吧？啊？喂，杨磊，少梅在吗？他都回去了。啊，行，我知道了。少梅说她找不到来事务所的路，所以就先回去了。那我们也先走吧。
到了，你回去吧。师兄，我骗了你。其实少梅早就已经辞职了，她担心我一直送她回来会不安全，但是我又想跟你一直回来，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你。对不起，我骗了你。师兄，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这句话只对警察有用。赵同学，我将来只打算当个律师。完了完了，居然叫我赵同学，肯定生气了。律师啊，那对律师坦白会怎么样？会罪加一等吗？不要跟着我。师兄，还在生气吗？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好了，千里送你养乐多，喝了就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饮料喝多了会变笨，你还是少喝点吧。我们的何校草说了。饮料喝多了会变笨的，我还是拿回去给小燕更好。哎，陌生，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坏？不行不行，快喝快喝，要笨一起笨。现在的很多网络语言的很多词儿都非常形象化，就比如说一个冒号后加一个括号，这样呢就能非常好的表达出说话者的心情和面部表情。对我们的语言也是有着非常好的丰富作用。以上是我们反方的观点。赵默生，你不是不来了吗？啊，对不起师姐，那个前段时间有点事，所以没有来社里。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你别跟我来这套。辩论社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这位同学，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说什么？他是社里的一员，出勤率太低不符合规定，所以我让他来。对对对，这何同学已经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所以我这洗心革面、知错就改，我马上就又来了。我以后再不会犯错误，请大家原谅我。你们两个，我早就说过，这里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许同学，我想你误会了。误会？误会什么？那你告诉我，他来这里能做什么？他根本就不适合辩论社，就算来了也只能打杂，连做辩手陪练的资格都没有。别这么说嘛，我记得赵同学有摄影特长。社长。那好，过几天就是辩论赛决赛了，你就负责给大家拍照。哎，不是我说啊，上次我们拿冠军那个照片拍的，洗出来乌泱泱的，一看跟输了一样。默生，你个任务很艰巨啊，要把每个人都拍好。好的，社长，我保证完成任务。师兄，谢谢你今天帮我说话，你帮我说话是不是代表你原谅我了？我有帮你说话吗？有的啊。你误会了，我只是公事公办而已。再说，你照片拍的确实不错。真的？我一定会把你拍的超级无敌特别帅的，相信我。那倒不用，只要拍得像正常人类就可以了。正常人类？何师兄难道在跟我开玩笑吗？不会吧？来！我游戏里妹子给我打电话了，我请你们吃羊肉串来。我上次不是揭穿你真面目了吗？你这个不讲义气的还有脸说啊？哎，他居然在跟人视频的时候说不是本人，毒不毒啊你？不过呢，我这因祸得福，人家姑娘就喜欢我这小眼睛，迷人聚光。你到底吃不吃啊？你废话，白给的，我干嘛不吃啊？那你也来。这回是真吃撑了。张亮，
我诅咒你这妹子赶快完蛋。哎呦，胃里难受，吐了。赵亮给吃了羊肉串，肯定是不干净呀。哎，赵亮，你不会是报复我吧你？我闲的没事，我报复你干嘛呀？你没见我一直上厕所呢吗？我不也吐了吗？一琛，你也吃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不对呀，可能因为我吃的少吧。来的好早啊！社长早，干得不错。谢谢社长。你们早，你们早点的。对啊。谢谢啊。哎，师兄。哎，那个师兄，我这发完早餐肯定最后一个了，你等会儿能不能帮我留个位置，靠前面一点的？因为要不然我晕车。哎，对了，那个摄影包帮我拿一下。谢谢。那个靠前面一点的。师姐。事吧？没事儿。师兄不会被我砸坏了吧？那个相机包我来拿，这个我也帮你拿。哎，一琛，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他好像被我砸坏了。什么？不是，昨天宿舍的人吃的羊肉串可能有点问题。都上吐下泻的，不过我还好，放心吧。你确定？就一场比赛，没问题的。走吧。走吧。又是。怎么了？我的提示卡。提示卡不见了。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老辩手吗？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哦，对了，我刚才好像看到赵默笙拿了你的包，是不是被他拿走了？哎，他人呢？关键时刻到处乱跑，我就说这种新人不靠谱，你们还都护着他。赵默笙，你来的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拿了何以琛的资料袋？啊，对啊。我就知道是你，你知不知道你把他的提示卡弄丢了？这不可能！我刚才没有动过你的包，而且你的资料袋我也没有打开过，这怎么会？你还狡辩？你好了，赵默笙刚才还给我的时候，卡片的确还在，可能是刚才我去洗手间的时候自己弄丢的。何以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啊？一个还需要提示卡才能赢的辩手，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辩手。同学们，大家好！让人期待1星期的国际大学生辩论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啊，今天这2个队伍经过了几个月的角逐，一共打败了20几个队伍才走到了今天。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高手云集，万众瞩目，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华东大学的4名同学，他们是今天的正方，有请他们。还有我们来自长华大学的4名同学，他们是今天的反方，有请他们。有请。
现在请我们双方同学先就座。各位，今天的辩题是温饱是否是谈及道德的必要条件？坐在我左侧的华东大学，他们是正方，他们的观点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而坐在我右方的长华大学，他们则是持相反的态度，温饱并非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好，下一秒开始，我们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决赛正式开始了。首先由我们双方的同学一辩做立论陈词，时间为3分钟。刚才对方辩友的立论陈词当中，我听出了一些基本的错误。首先，什么是道德？如果你们谈道德，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的话，道德可能推行成功吗？我不得不指出，对方辩友是在混淆概念。对方辩友把我方所提出的温饱是相对温饱的概念扩展到了非常饥寒的境地。请对方辩友注意，我们讨论的是温饱，温饱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我请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饥寒交迫的孩子偷了你一块面包，你会用道德去惩罚他吗？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法律不是道德。法律规定了离婚，离婚是道德吗？法律规定了公司可以破产，公司就可以破产吗？所以法律不是道德，它是代表了最低的道德水平，加上风俗习惯及强制力的。对方法律系的高材生应该知道这些。谢谢。对方辩友，林肯曾经说过，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饿着肚子的人不需要去遵守法律。那么同理，我们怎么能够说，如果你饿着肚子，就没有必要谈道德了呢？真是精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反方的4辩何以山同学为我们做总结陈词，时间是4分钟，有请。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同学。现在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我和我的对手还没有吃过饭，相信大家也都希望这场关于温饱和道德的大战尽快有个结果，然后大家一起回去解决各自的温饱问题。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10000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让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
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纪念，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如果不回美国，那我们暂时不要再联系了。拜拜。再见。对啊，我已经在候机厅了。是啊。对不起，哎，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你快打来看看，有没有摔坏什么东西啊？没事，相机往是防摔的。哇，你的相机看上去好专业。你是摄影师吗？嗯。女摄影师很少见。刚才真是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没事。我出国在外2年多，为了省机票钱一直都没有回过国。一会儿我男朋友来接我，我都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美国的垃圾食品都让我胖了20斤。你是出差了吗？哦，不是，我在这儿也生活了好多年了。哦，这样啊。已经7年了，还会有什么人记得我吗？王江，他就是我男朋友，我先走了啊。由美国飞往上海，A194次航班已经抵达。再见了。如果他还在这里等我，多好。何律师，
向律师他们已经出发到对方办公室。好，宏远公司的案子，对方律师给我打电话要求和解，你跟法官确认一下，安排一下后续。叶氏地产的1号楼项目，他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你安排小江他们加快进度。待会儿会议的谈判要点，我在飞机上做了梳理，路上发给向律师，让他先做准备。何律师，李总你好，抱歉迟到了10分钟。何律师，你们事务所的向律师已经到了，对方公司老板和代理律师也到了，快请进。好，谢谢。你好，你好，小姐，请问有什么事吗？我是过来面试的，约了张主编，今天下午1点钟。请稍等。是摄影师赵小姐吧？主编跟我说过，直接带你过去，谢谢。这边请。抱歉各位，航班延误，非常抱歉。 Mr. He,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is time. Please take it easy with me. 那就看贵公司的诚意了。Shu In, she's a fellow from Oxford. Now she's working for our company. 你好，你好，老同学。 Your classmate? 没错，何律师当初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恐怕他现在早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何律师，你来的比较晚，需要时间准备一下吗？谢谢，不用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何律师，可以女士优先吗？当然，请。 首先呢，我要针对上一次的会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距离上次会议已经有14天之久，恐怕在座有的人已经不记得具体的细节。好了，正式进入主题，请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 PPT。回顾一下何律师，我到这里结束了，你请。首先，我们双方已经就这次合作协议进行了长达1年的沟通。作为代表律师，我会牢记每一次的争议点和具体改动。但是仍然感谢许律师花费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回顾。但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更有效率一些。 毕竟我们的每分每秒都是委托人的时间成本。刘律师，整个合同有700多页，在过去1年里，我们双方已经就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2家公司合并后的管理权分配问题上。为此，我们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案。 请各位先用2、3分钟阅读，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不会像许律师的 PPT 那么的温馨了。We suggest my boss to hire a professional liar like you. Let them work in our department. Facing you, we don't have any power. 合同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不必这么折腾了。哟，大美女，今天这么闲？还不都怪你们，完全把你称上3个人用。他刚从香港出差回来，就赶过来开会。我本来要去机场接机的，飞机没接成，现在只能直奔这里了。这看来主播要比我们律师清闲得多嘛。
今天不忙？忙啊，非常忙。可就是再忙，也要来见我们大律师吃饭呀。要不，说不定他又直奔律所，废寝忘食了。Any one of you can introduce me this beautiful lady? Nice to meet you. You can call me May. My name is Peter. Nice to meet you too. 你好，我是徐颖，何以琛老同学。老同学？你也是长华的吗？我以前经常去你们学校。是吗？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以琛，你女朋友赵默笙怎么没来？她以前可是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的。我还以为这一出门又见她扑上来了呢。看来赵默笙已经是过去式了，也难怪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主播，和律师移情别恋也是情有可原。抱歉，老同学见面难免会聊到以前的事情，怎么可以在现任女朋友面前提起初恋呢？ That's right. The first lover always call back.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妹妹，何以玫。Oh, that's your sister? So please, take it easy. I think your parents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both of you. 谢谢。作为哥哥，我自信地以为，我这位妹妹要比哥哥优秀得多。Oh, this is very common between brothers. 贵所这次获得这么大的胜利，难道不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吗？当然，过一阵子等我们律师所的另一位合伙人回来，还请大家赏光。抱歉，我还有点事，我和妹妹先走一步了。走，那我们就先走了。赵默笙小姐，是我看过你的履历，非常满意。之前呢，我们也电话联系过。其实我已经决定录用你了，不过我有一个疑问，请问，你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很成功，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要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不方便回答。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在这里上过大学，很喜欢这座城市，所以就回来了，没有特别的原因。我也在这个城市念了大学，自然而然就留下来工作了。你说的对，这个城市非常有味道，值得人留恋，留下来。确实如此。好，欢迎你加入瑰宝杂志社。谢谢。以琛，你坐我的车能不能不工作了？陪我聊一会儿天。抱歉，下次我会注意。刚刚那个女律师是你的大学同学吗？看起来还挺了解你的。以前一个系的。我会追过你吧？你想太多了。不是我想太多，听他的语气。我们做新闻工作的，对人的表情啊、语气啊，可是十分有研究的。他刚刚说起那个人，语气蛮酸的。其实他也挺不错的呀，都这么多年了，你也没有女朋友，不考虑一下他？没什么好考虑的。喂，
帮我安排一下行程，把面签的时间腾出，另外把美国领事馆的地址发到我手机。你要去美国？下个月。你要找他？这是一桩涉外谈判。知道啦。到时候帮我多带点东西，美国的化妆品可是很便宜的。那现在我们去吃饭，吃完饭逛超市，逛完超市去看个电影怎么样？据说现在的美国大片都很不错呢。抱歉，去完超市我送你回家，晚上我还有点公事。好吧，你总是那么忙，连陪妹妹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你应该找个人陪你。没关系，也怪我自己骑车不小心。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好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打这个电话给我。谢谢。你朋友没事吧？一直把头埋在方向盘后边，是不是吓着了？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要撞你的。哎，你是那个法制频道的主持人何以梅？是啊。哎，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你没事吧？啊，没事，一点事都没有。我都说了是我自己不好。哎，那个，我妈特别喜欢你，她是你节目的忠实粉丝。那个，哎，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就签在这上就行，可以吗？谢谢谢谢。那个，你介意跟我合张影吗？我肯定不发微博，你放心吧。没关系。1、2、3。谢谢谢谢谢谢。我说啊，如果明天就办入职手续，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不过我今天得先去找一下房子。哦，对，你刚回国，不过找房子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好好找啊。陆远峰，主编，你这手怎么了？我刚才上班路上骑车摔了一下，现在有点疼，不过没关系。我估计休息2天就能好了。哎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新同事。你好。啊，对，这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您说过的简历特别漂亮的女摄影师。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们杂志社的新同事了。这个陆远峰也是另外一个摄影师。你好，我叫赵木生。你好。你瞧瞧，你看你，这么不小心。你干嘛呢？老是开着什么电瓶车，不能弄个小车开？你知道手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多重要？要不是咱们那大模特昨天气得我半宿都睡不着觉，我也不至于骑车这么不小心啊。看你就找理由，小是有点毛病啊。不熟悉的人他是会挑剔刁难一些，但是总而言之，人家是敬业的，否则怎么会红到现在呢？啊，你真是的，你知道吗？我马上要他的片子了，准备上下一期的封面。你这么一弄，哎，怎么办？我还得重新找摄影师，这不是为难我吗？哎，这不是现成的人选吗？我说啊，那明天开始你就接陆远峰的工作，行吗？
好，没问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臭小子，算你有福气。好了好了，你们俩好好交接一下啊！如果再有什么闪失，小心点。OK， 没问题。这就是你座位了。谢谢。大家听我说一下啊，咱们摄影组来新同事了。这位呢是赵默生，默生，那个是大宝、默默，还有超人。你好。哎，你带着行李来面试？对，我今天刚刚回来，是早上的飞机刚到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先放回家再来面试啊？我在这儿没有家，所以我是想到这儿通过面试之后，再在这儿附近找房子，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呢。哦，要是一夜之间租个房子，其实还挺困难的。你一个女孩子，还不得挑一个地段稍微好一点的、交通方便的地方？再说了，现在房价那么贵，租房子价钱也往上走，你拿着行李，不被漫天要价才怪呢。没事儿，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只能先住个酒店，然后再慢慢找了。哦。哎，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国外，他那个房子正好没人租，地段也好，交通还方便，还安全。我估计你肯定会喜欢的，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好啊，那谢谢你了。锵锵，怎么样？还不错吧？采光良好，还有无敌的江景。这边呢是装修的超豪华的卧室，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书房，然后我朋友还留了一套摄影设备给你。怎么样？不错吧？很好，谢谢你啊。那我租金明天准备好之后再给你，可以吗 ？OK， 没问题。就是我朋友之前搬家的时候，把这房子弄得有点乱，要不我帮你收拾收拾？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行，那我就不给你捣乱了，我先走了。拜拜。拜拜。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OK， 明天见。拜拜。拜拜。你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好，很成功，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要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这个城市这么大，我还能遇见你吗？何以琛，我回来了。以琛，还是国内的城市人呢，真好。你要买吃的，直接到3楼，这样快一点。我待会儿还有事，晚一点还有个视频会议。什么视频会议安排在这么晚？英国公司有时差。
怎么刚回国就遇见了他们？他们真的在一起了。最后这场爱情难好好结，倒数幻灭，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像我绰绰有余。去打个招呼。走吧。等到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你不用送我回去，先到你家，然后我自己开回去就好了。不用，我先送你回去，我再打车。我真怕你会冲过去，可为什么你这样走了，我更难过。早已不是我生活中的人。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我的电脑出了点问题，英国那边的视频会议你在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南总，再见。何律师早。
早。发生什么事情了？昨天开不了视频会，今天居然迟到。我看看啊，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说吧，什么事情影响到了你？早上去了一趟法院，没什么能影响到我的。你没事情可做了，宏远的案子你可以接手。OK， 我不问。你好好忙啊。这么沉不住气，这么多年少见啊。早，老梗。哎，你怎么过来了？主编不是说让你多休息几天吗？哎呀，作为杂志社的老员工，我有愧于自己内心的良知，经过深刻反省，我决定今天还是来给你撑撑场面，否则的话，你上班第1天就被气哭了也不合适啊。哪有这么夸张啊？你可别说大话啊，一点都不夸张。这肖小啊，原来是咱们杂志社老白负责的。老白呢，哄明星还是有一套的，时间跟他长了，混熟了，他还给点面子。老白这2天老婆不是临产期吗？就把这烂摊子甩给我了。哎呀，那是一把辛酸事啊！你知道他这一个人就把咱们一整个组全都搞疯了。放心吧，我也算是搞定过几个难搞大明星的。又说大话了不是？肖小的难搞可是国际级的。少梅，是我啊。你们认识啊？哦，我们是大学同学。没错，我们还是舍友，上下铺。那么巧啊！原来今天的摄影师是我们肖小的大学同学，那就拜托您帮我们肖小拍漂亮点。这大学上下铺不是最要好的吗？少梅，不是要拍照吗？拍吧。你不用再准备准备吗？我是一个专业的模特儿。再说了，这些用得着你这种小摄影师来提醒我吗？化妆师先补下妆吧。先休息一下吧。给。谢谢。老熟人拍照就是不一样啊！你今天拍了他1个多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前天我拍了他10分钟，他就开始骂人了。可是这组照片并没有拍出我想要的效果，跟这期的主题差太远了。我看看，这挺好的呀。肖小就是这风格，大家就喜欢看他这个样子。等一下再拍一组试试看吧，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它的精髓。行，哎，但是你也别太较真了，只要他喜欢就行，他是爷。
觉得这组不错，这个好，你觉得呢？去喝咖啡吧。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有太多太多的话想问，却不知从何说起。谢谢。按理说，久别重逢应该喝酒，可是最近我胃不太好，只能喝咖啡了。喝咖啡很好，或者你应该喝一点牛奶。还是身体比较重要，你节食也应该有一个尺度。我不节食的，我酗酒。你变了很多。是啊，我变了很多。家破人亡，骗财骗色，我变成这样不是很正常吗？哦，对啊，我还被好朋友抛弃。不过，你倒是没怎么变吧？还是一副虚情假意的样子。哎，怎么舍得从金光闪闪的美国回来了？对不起，我那个时候确实走得太匆忙了。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你应该留着对何以琛讲。以琛，我想他并不在意吧。不在意？对啊，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没心没肺，无情无义吧。你刚失踪的那几天，他找你找的都快要发疯了，后来甚至每天去宿舍楼下等。可是等来了什么呢？来了几个人，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告诉他，告诉我们，你去美国了，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赵默笙，你真狠啊！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当时的样子，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从上到下都是绝望啊！他那么高的一个人，居然会露出那种表情。也许他是内疚吧。抛弃他去美国的是你，该内疚的也应该是你吧？尚梅，你不明白，我自己有眼睛，我自己会看。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我抛弃了他吗？明明不是啊，明明是他说不想再见到我，说他宁愿从来都不认识我。这个话题过了，我们换个聊聊吧。怎么了？聊不下去了？
换个话题，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吗？聊一下下午的拍摄吧。拍摄。哎，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老同学态度有点不对啊？没事，准备开工吧。来，咱准备开工了啊！那个还是比较希望白色啊，可以，没问题。好，这就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下午拍不了了，收工吧。谁得罪你了？上午还好好的嘛。我都说了我不舒服。小小，你究竟是不是专业模特啊？前2天不愿意拍也就算了，今天又怎么了？你知道我们租这棚一天得花多少钱？租棚的费用，包括所有员工的费用，还有设备，还有你的劳务，我们都已经给了。你想取消拍摄？行啊，那按合同照价赔偿吧。我跟你说身体不舒服，是给你面子。怎么着？你要跟我撕破脸吗？给我面子？你怎么给我面子了？